你真的了解妮露吗？看似萝莉，实则御姐，有点坏坏的可爱，又有点让人春心萌动。全名妮莉·艾露·杜·欧德修凡克，不过我们都喜欢叫她妮露。曾是虚圈的第30任，后被诺伊特拉偷袭头部受伤，身体变小并失去了记忆，后恢复记忆和力量能力相当强大，天真善良，不喜杀戮，对黑崎一护抱有好感。身高176公分，体重63公斤，斩破刀为灵骑士。原作者久保带人赋予妮露的关键词为木。妮露早年间就已经是10任之一，编号3号，编号位置在背部，与同为10任的诺伊特拉吉尔加非常不合，被诺伊特拉与萨尔阿波罗谋害，导致面具破碎，变成了小孩子模样。妮露的从属官带着失忆变成小孩的妮露，在虚叶宫外围生活，在遇到黑崎一护后，跟随一护一同前往虚叶宫救援井上之基。救援过程中力量短暂回归，之后力量消耗过度，再度变回小孩。在千年血战中，以原本第30任的姿态支援黑崎一护，变成御姐时，妮露的面具在头顶是羚羊头骨的形状，缺了一半，额头延伸至鼻部右侧有道伤疤，湖绿色的长发长至腰下，有着灰褐色的双瞳，面部刺青是蔷薇色的横向面纹，背部有着3的阶级编号。10任时期身着白色战斗服，手戴白色手套，腰间配着斩破刀，可谓是英姿飒爽。妮露幼年样貌时留着短发，身着灰绿色的粗布衣服，赤着脚，额头延伸至鼻部右侧同样有道伤疤。妮露性格天真友善，由于是自动破灭，不需要吞噬同类就可以继续进化，所以讨厌无意义的战斗，认为跟自己一样的破灭本就从人类堕落成虚，好不容易成为破灭，重拾理性，就不要进行毫无意义的争斗。不喜战但从不畏战，虽然不喜欢战斗，但是当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人受到伤害时，会毫不犹豫拿起手中的刀保护重要的人。妮露的唾液有治愈伤势的效果，通常在幼年形态下使用。同样幼年形态的妮露可以使用短距离加速飞扑，主要是扑向一护，使用前头盔上的骷髅眼睛会发光，若是在空中使用此招，将会因为重力加速度的影响，加强飞扑的速度与威力。此外还有虚闪，虚闪是大虚级别以上虚都会的技能。妮露的虚闪是由口中继续发射，颜色是淡红色。这里再说一下斩破刀，斩破刀为灵骑士，解放语为欧哥巴灵骑士。解放时双手横置斩破刀向前，解放后变成一头手持双头长枪的半人羊，原本附在骷髅面具上的双头角变成分解后弯的长头角，锁骨、肩膀、手肘、双手都被白色的护甲覆盖，双臂多了黑色的长袖手套。妮露还是10任时与诺伊特拉不合，因为诺伊特拉有性别歧视，妮露曾多次和诺伊特拉对决，但由于妮露抱持有理性的人必须在战斗时具备理由的观点，因此每回与诺伊特拉交手后，都会拒绝诺伊特拉动手了结他的要求，更认为对方喜好厮杀的行径跟野兽没有区别。于是诺伊特拉和萨尔阿波罗联合暗算妮露，两人趁着妮露不注意，找上他的从属官佩谢和唐多恰卡，并强制摘除对方脸上的面具。得知真相的妮露和诺伊特拉再度交锋，却冷不防遭到诺伊特拉从后方砍破头上的虚面具，因而身受重伤并丧失记忆，退化成小孩子的模样。之后和2位从属官被诺伊特拉与萨尔阿波罗逐出虚叶宫，随同他被逐出来的佩谢和唐多恰卡也因为被摘除面具而力量锐减，退化成虚。为了不让妮露回忆起虚叶宫的事，佩谢和唐多恰卡隐瞒了自己身为妮莉艾露部下的事实，并以他的兄长自居，带着他远离虚叶宫，隐居在虚圈沙漠里。在妮露被驱逐以后，蒂亚赫利贝尔接替了他的位阶，成为新任第3任。妮露的额头延伸至鼻部右侧，也因此留下了被诺伊特拉砍伤的痕迹。空作艇大战结束1年5个月后，无形帝国率军攻下虚圈，俘虏包含蒂亚与唐多恰卡在内的其他破面后，侥幸存活的妮露与佩谢为了求援，特地从虚圈赶到现世，和当时正在巡逻的一护再度相会，并告知对方虚圈失守的消息。随后便跟随一护等人前往虚圈展开救援行动。抵达虚圈后，一护遇上虚圈统括狩猎队长倔基路杰 OP， 并在战斗中保护妮露不受对方的伤害，但为了便于战斗与确保妮露的安全，转而委托随后赶到的茶渡太虎和井上之基将妮露带离现场。结果基路杰反而在吸收了混兽神亚翁的躯体后，妮露被吸收身上的部分灵子而受了伤，后倔基路杰OP 被击败之后，妮露从浦原喜助手里取得可随意变化成人和孩童形态的手环，顺利恢复成人形态，协同葛利姆乔通过黑枪抵达灵王宫和一护等人会合。他出面制止葛利姆乔欲再度向一护挑战的行为，指责其不应在战争中另外挑起争端，跟随一行人进入喜助和叶翼委托利路卡和雪绪运用能力创造的空间之后，抵达了灵王宫。总之，妮露也算是不少人喜欢的人气角色，不知道大家对他怎么看呢？快来说说你的想法吧。